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。本期开始进入隔壁 DC 的世界，先从 DC 宇宙开端钢铁之躯开始吧，后续则会继续推出诺兰3部曲和守望者等等等等。在克星上 ，Laura 生下了属于他们的孩子卡埃尔，也是唯一一个交配出来的新生儿。克星上所有的人都是培育出来的，但现在克星的地核即将塌陷，克星人没有下线的挖掘星球上的资源，导致这个星球的寿命很快就会结束。乔埃尔预测了这一切，并对领主们提出勘探其他星球的建议，但领主们早就没有了远见。就在此时，佐德将军杀了进来，他已经忍受不了这些伪君子成天占着茅坑不拉屎，握着权力不干事儿。作为克星上最顶级的文武二人组，佐德很想拉乔埃尔入伙，但是逆反必将会掀起腥风血雨。乔不想打破底线，拒绝了他。佐德想要把他关起来，不过乔埃尔可是会武术的科学家，3两下就打得手下头皮发麻。战争已经被佐德打响，克星人开始自相残杀。乔骑着赫拉卡前去找妻子，此赫拉卡非权力游戏赫拉卡。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，乔强行拿走了克星的中枢宝典，这个东西相当于星球上所有人的基因库。佐德当然也非常渴望得到宝典，手下的追击导致赫拉卡身受重伤，他用最后的生命把乔埃尔带回了家人的身边。劳拉替孩子找到了一颗适合他居住的星球地球，老爹深知孩子的基因到了地球一定会成为牛逼的存在，他把各种基因结合在了儿子体内，将宝典和儿子一起派送到地球。佐德虽然已经杀来，却被文武双全的乔埃尔打成了麻瓜。飞船发射了，愤怒的佐德杀了乔埃尔，自己也被军队抓了起来。领主将他驱逐到了幽灵之地，卡埃尔的坐标也成为了无人知晓的秘密。就在这时，克星的末日终于到来了。劳拉早就知道了丈夫的预言，她带着对孩子的期望与克星一起消失在了宇宙。卡埃尔在地球上被一对好心夫妇收养了起来，并且取名为克拉克·肯特，但他的童年却并不平凡。在地球上，他的能力反倒成为了折磨他的存在。母亲玛莎总是耐心地教导着孩子如何对抗自己的恐惧。善良的克拉克因为利用自己的能力救了同学，反倒被傻缺们看成了怪胎。爸爸乔纳森也经常教育孩子不要公众展示自己的能力，毕竟人类对比自己强大的人都抱有着恐惧和排挤。乔纳森无奈之下给孩子展示了飞船，他也告诉了克拉克非比寻常的身世，但乔纳森也只知道儿子是来自外星，仅此而已。他告诉克拉克，总有一天你要骄傲地站在世人面前，把他们的恐惧变成希望。但是事与愿违，克拉克一天天的长大，性格也逐渐变得叛逆。一家人出行的时候遇到了龙卷风，爸爸为了救助他人即将被吸进风中，孩子有100%的能力去救爸爸，但他还是希望儿子不要被别人当成怪物，最后带着笑容离开了母子俩。这对克拉克来说等于天就塌了，从此他行走江湖只为了当一个正常人，但他的天性无法被改变。海上油井发生了火灾，所有人都命悬一线，克拉克独自冲了过去，救下了无辜的工人，他独自顶住了坍塌的钢架，为他们争取时间。这是他的起点，穿着西装裸着上身。游回到岸边之后，克拉克在一个小镇上打起了工，总有些不知好歹的人企图挑战自己的生命极限，但克拉克也只能是忍了，默默地替他修了车。流浪的时间已经够久了，克拉克找到了冰山之下的克星飞船，这里有他所有想知道的东西。同时夺命记者路易斯也来到了冰山，政府也已经发现了雪中的不正常，偷溜进去准备来一手独家报道，结果被飞船的守护者视为了入侵者。还好克拉克手撕了机器人，顺便两眼冒光给路易斯止了血。克拉克启动了飞船离开了冰山，将路易斯安置在了安全的地方。这种新闻没有人会相信，谁能会相信某个小伙两眼直冒红光把一个妹子滋到够呛的新闻呢？克拉克见到了乔埃尔的意识，他给孩子讲述了克星的一切，他们的前哨基地利用机器来勘探地表，这样就能够找到新的居住星球。10万年里他们就这样繁荣的度过，直到资源被他们抽尽，就发生了克星毁灭的一系列事情。作为第一个自然出生的孩子，克拉克是希望的象征。乔埃尔希望孩子能够维护地球，这里就是他的家，带给人们希望和未来的就是胸前 S 的意义。太阳的辐射让克拉克变得更加强大，他试图不断挑战自己的能力，从最初的跳高到觉醒后的超音速飞行。克拉克拥有的能力让他注定不再平凡，这颗蓝色星球成为了他最重要的家。路易斯为了证明自己的报道不是营销，跑遍了世界各地寻找克拉克的往事，终于让他找到了克拉克的母亲玛莎。克拉克也找到了路易斯，他不想把自己的事情告知全世界。知道了克拉克的童年后，路易斯选择了放弃报道。克拉克终于回到了家，妈妈看到了归家的儿子，除了开心只有开心，他们是最后的家人，除了某事的不幸男子。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克拉克启动的飞船，佐德也知道了地球的存在，他对地球发布了信息，他要得到克星之子卡埃尔，否则地球就是下一个被终结的星球。全世界陷入了恐慌之中，路易斯成为了唯一知道线索的人，FBI 将他带走了，
政府必须要找到克拉克来化解危机。克拉克在教堂中询问着教父，自己应不应该投降来保护地球，但佐德不值得相信，他也不知道地球人值不值得相信。教父告诉他，试着相信别人，他们才会选择相信你。克拉克飞到了军事基地自首，他对路易斯吐露了自己的决心。政府不相信克拉克，因为人类无法掌控的事情都是威胁。佐德的指挥官菲拉赶来带走了克拉克，路易斯也要被带走。克拉克把宝典交给了路易斯，一行人飞向了宇宙。在飞船上，克拉克变得异常的脆弱，克星人的大气让他无法适应。昏迷之后，佐德告诉了克拉克他们的经历。他们利用乔埃尔的科技逃离了幽灵之地，寻找了各种克星的残骸。33年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克拉克的位置。现在他们准备摧毁地球，将这里打造成另外一个克星。随着地球的毁灭，克拉克变成了黑色。他也知道了杀害父亲的凶手就是眼前的这个男人。但是在这里，克拉克不再是钢铁之躯，血液也被他们提取了。路易斯激活了宝典，乔埃尔的意识随之来到了佐德飞船。在他的帮助下，路易斯坐上救生舱逃离了飞船，而地球也遭到了佐德手下的袭击。父亲的帮助下，克拉克接触到了熟悉的环境，他希望儿子能够拯救所有人。克拉克先救下了急速坠落的路易斯，玛莎也遭到了佐德的袭击。他们为了得到宝典不惜一切代价，但他们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威胁了玛莎。克拉克暴打了佐德，面罩的摧毁让佐德接触到了地球上的一切，这些都是克拉克从小的经历。手下带走了佐德，政府介入了战争，他们把所有克星人都当做了攻击目标。克拉克独自对抗2个人，丝毫不落下风。政府的无脑扫射激怒了菲拉，人民币玩家开始吊打士兵，还是克拉克救下了他们。面对克拉克的帮助，人类选择了相信他。佐德也发现了宝典其实根本就不在飞船上，而是被乔埃尔放在了克拉克的体内。气急败坏之下，他选择了派出勘探机器人袭击地球，毁灭打击在全城引起了恐慌。他们要把地球改造成克星。路易斯通过乔埃尔知道了阻止一切的办法。克拉克的婴儿逃生舱可以帮助人类毁灭一个机器，在印度洋的另一个则需要克拉克亲自毁灭。来到印度洋后，克拉克遭到了飞船的袭击，机器产生了立场，让克拉克变得脆弱。佐德适应了地球上的环境，他立马删除了乔埃尔的意识，而克拉克则被机器扔进了地核之中。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冲向了机器的中心，拼尽全力摧毁了佐德的计划，自己也已经筋疲力尽了。太阳公公升了起来，克拉克感受到了力量，飞回来阻止佐德，摧毁了佐德最后的机会。菲拉尽力阻止，但已经无力回天了。将军选择了和他们同归于尽，所有克星人都被吞噬进了爆炸之中。克拉克阻止了地球的毁灭，和路易斯愉快地波了起来。然而，佐德也拥有了克拉克的力量，2个克星人在地球上展开了决战。神仙打起架来，人类只会遭殃。维恩大厦随着打斗逐渐坍塌，2个人的战斗越来越激烈。佐德慢慢学会了所有技能，空中的战斗神似七龙珠，他们燃烧的可不只是城市，还有扎导的经费。一路打到了宇宙，维恩的卫星再次成为了牺牲品。佐德想要依靠克拉克的善良来击败他。人类即将被烧成灰烬之时，克拉克选择了扭断他的脖子。现在全宇宙只剩下了克拉克一个克星人。战斗结束了，克拉克也得到了大部分人类的尊重，他不受任何人控制，只做该做的事情。和妈妈来到了父亲的坟前，克拉克完成了2个父亲的遗愿，他站在了世人面前，给他们带来了希望。克拉克也来到了星球日报，和路易斯一起工作，而世人对这个外星人的称号是超人。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，欢迎关注订阅瓜皮的栏目，下一期蝙蝠侠大战超人，不见不散。